666。在残酷的日本剑道江湖中，有一个流派被称之为异类中的异类，那就是虎眼流。传说中，他们拥有一种仿佛流星般极度诡异的秘传剑法。这门剑法究竟有多恐怖？当年就连挂川城主亲眼目睹那场血腥的施展之后，都忍不住颤抖地赞叹道：“其剑法出神入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深悉整个恐怖流派的核心并不是什么神明的眷顾，而是源于一只怪物般的手。仔细看他的右手，那把杀人无数的太刀刀柄上，紧握着掌心之中，竟然比常人多出一根手指。天生6指，这违背常理的畸形肉身，赋予他无法撼动的握力和极度扭曲的挥刀轨迹。根据古籍《剑术刘祖录》的血腥记载，当年有6名重刑犯被带到他的面前试刀，而其中2名犯人在遭到斩首之后，身体彻底失去了生机，可他的头颅依旧死死地连接在身体上，未曾掉落。这已经不是人世间的剑术，这是地狱的恶鬼在向人间挥刀。被掰断手指的藤木，连日常洗衣做饭都显得十分的费力。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来者正是师傅岩本虎眼的独生女三重。她享有俸禄300担，是高高在上的武士之女。面对这位大小姐的善意，农家子弟藤木却是异常冷酷地回绝了。不劳您费心，这可以用来锻炼手指。阶级的鸿沟在这一刻显露无遗。野心勃勃的底层人可不止藤木一个。此时此刻，在道场阴暗的地牢里，那个刚刚败给牛骨、被无情打入大牢的伊良子，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死死盘算着自己的未来。回想起被押入此处看到的宽广宅邸，以及那众多的下人，伊良子的内心不仅没有恐惧，反而不由得暗自窃喜。尤其是那个远远凝望他的姑娘，她就是虎眼的独生女吗？在这个武士职位世袭的冷酷制度下，伊良子看到一条通往天堂的捷径，那就是入赘。只要当上三重的夫婿，便可以成为虎眼的后继，继承那俸禄300担的武士身份。到那个时候，鲤鱼跃龙门一般，变成骑马带着保镖和下人进城参拜领主的人上人，那么入赘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正当伊良子躺在黑暗中死死咬住这个野心的时候，地牢外突然亮起火把。哦，这不是牛骨大人吗？伊良子猛地坐起身来，只见木栅栏外白天那个铁塔般的牛骨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淡淡地抛下一句：伊良子心玄，师父想见你。一听到这话，伊良子的瞳孔骤然放大，内心掀起惊天巨浪。这可是天大的荣幸，那个掌握着道场命脉的老怪物，难道终于答应我的入门请求了吗？然而在道场的另一侧，一场诡异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下人们正在精心制作着一盒特殊的甜点，用甘露熬煮的酱豆，淋上名贵的葛粉勾芡，再均匀地裹满当时极其罕见的麦芽糖。虎眼的独生女三重小姐面无表情地用筷子夹起豇豆，看着她拉出粘稠长长的银丝，冷冷地说了句：这粘性应该可以了。因为她深知这层糖间的粘稠度，等一下将决定那个男人的生死。当伊良子被带到空旷的枯山水庭院时，迎接他的并不是正式的入门荣耀，他被粗大的麻绳五花大绑，像死囚一样被强行按跪在坚硬的碎石上。伊良子极度不解地咬牙质问着：牛骨大人，你这样绑着我，我无法对师父行礼呀。但回应他的只有牛骨冰冷的警告：别俯首向下，你必须正视看着师父，千万别轻举妄动。不仅如此，周围所有同门师兄手都已经死死地按在刀柄上。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人竟然都在大脑门上按出一个个诡异的鲜红印记。伊良子瞬间冷汗直流，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仪式？就在这时，那个真正的怪物走出阴影，挂川的剑道神话。此时虎眼双目翻白，浑浑噩噩，神智早就陷入疯狂，他的右手甚至不受控制的疯狂痉挛。伊良子刚想趁着老头站立不稳有所动作，没想到牛骨也会古刺术，一瞬间在背后发动，恐怖的暗劲直捏碎了他的反抗，将他彻底封印在原地。紧接着，大师兄藤木面无表情地走上前，用筷子夹起那颗粘稠的红豆，啪嗒一下，死死地粘在了
伊良子的额头正中央。伊良子彻底懵了，他完全无法理解这荒诞的一幕。然而下一秒，答案揭晓。对面那个癫痫的老者，右手突然死死地按住长刀，那双翻白的死鱼眼瞬间锁定了伊良子头上的痘，没有任何预兆，一道坏到无法直视的恐怖刀光在院庭中轰然炸裂。刀光散去，那颗粘在头上的豆子竟然在额头上被完美的切成4瓣。围观的众人瞬间爆发出几近病态的狂热欢呼。美技，实在是美技！原来这就是虎眼流那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恐怖入门仪式——咸红豆。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感受着额头的寒意，伊良子在极致的恐惧中终于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通往天堂的捷径，这里是一个由披着人皮的恶鬼们所组成的无间地狱。不知不觉，伊良子已经进入虎眼流已经1年多了。此时的挂川城大街小巷的女孩子都在疯传关于岩本道场那位绝美难见识的传说。没错，就是她，走到哪里都是自带压迫感与焦点的伊良子，而她凭借着美貌随意的勾搭平常人家，就可以轻易拿下。与之相反的则是首席大弟子的藤木，正在努力修炼技艺斩头巾。这一招是牛谷师范的拿手招数，以木剑为工具，斩断对方佩戴的头巾。不仅如此，在他被伊良子击败后，每每都会在深夜开启自残式的修行。全裸的藤木背负着沉重如城门的巨型木板，在黑暗中疯狂对空挥舞，整整2刻钟，1秒都不能停。注意看他的脸，他的嘴里死死地咬着一条白毛巾，这不是为了擦汗，而是为了在肉体超越极限、奋力挥剑的那一瞬间，防止自己牙齿咬碎。然而，整个道场最深的恐怖从来不是什么修行，而是那个像神又像鬼一般的师傅。深夜内屋，师傅的疯病再度发作，神志不清的虎眼竟然流着口水，像恶鬼一样摸进了新生女儿三重的闺房。他粗暴的撕扯，把女儿当作别的女人。三重在绝望中疯狂挣扎痛苦：“我不是阿玉，我是三重啊，父亲大人！”似乎是这一声父亲触发了理智开关，虎眼老贼突然停手，他恢复了理智，冷冷地转过身，隔着纸窗对外惊恐的侍女下令叫牛骨过来准备热水。而他的这种清醒往往只能维持半天，在热水的浇淋下，虎眼恢复了内心的冷酷与平静。但冷静下来的他也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地步。随后他冷冷地俯视着跪在眼前的牛骨，抛出一个足以决定整个道场的致命问题：你觉得藤木和伊良子到底哪一个更适合成为虎眼流的继承人？这哪里是在选弟子，这分明就是给女儿三重选未来的丈夫。牛骨没有一丝犹豫，低头回答道：弟子认为是藤木原之助。而虎眼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干瘪的嘴唇微起。为何？牛骨坦言道：徒弟是为了三重小姐着想。然而三重这2个字瞬间引爆了这个疯子的雷区。咔嗒一声，喜怒无常的虎眼毫无征兆的暴怒，竟然直接将一柄锋利的真剑深深横着塞进牛骨的嘴里。锋利的刀刃死死地卡在骨肉之间，牙齿在刀锋上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摩擦声。虎眼那张有如恶鬼般的脸死死地贴了过来，疯狂咆哮着：你刚才说什么？三重怎么了？噗哧一声，鲜血顺着刀刃狂飙而出，巨大的力量直接让牛骨的牙齿成排崩碎。面对这非人的折磨，牛骨死死地扣住地板，连手都不敢抬一下。可虎眼的疯狂还在升级，他死死地揪住牛骨的衣领，歇斯底里的怒吼：我问的是藤木和伊良子谁的种比较强？你居然敢说他们势均力敌吗？极度的疯狂换来无情的暴虐，随着一声惨叫，窗户上瞬间喷溅出大片触目惊心的血迹。可诡异的是，鲜血吐尽之后，这个疯子的理智竟然再度回归了。虎眼则面无表情的缓缓收刀，淡淡的下达神谕：我记得日版的周末有个双胞胎儿子，让藤木和伊良子用真刀和他们一决高下。这个周末是日版有名的一个剑客，但他和虎眼有着无法化解的血海深仇。当年在御前赛事上，周末的下颚被虎眼一剑深深砍落，那一战不仅毁了周末的一生，城主严厉呵斥虎眼行为粗野。人家虽然是手下败将，但不代表没有真才实学。在他的道场内部流传着一项特殊武技——飞头掷头盔。相对于普通挥剑劈砍固定头盔的做法，周末的绝活是将沉重的头盔狠狠掷向空中，在头盔凌空飞越眼前的短短一瞬，
挥剑将其一分为二。这就是周穆家的家传绝学。如今，周穆家的双胞胎儿子周穆兵马与周穆数马已经彻底熟练掌握了这项绝技，而虎眼要让藤木与伊良子用真剑去迎战这两个怪物，这根本不是什么武艺切磋，而是因为周穆技艺不精被自己打伤，接着被城主这么一骂，到现在还有心结。借着这个机会，既能看看两个徒弟学得怎么样，又能让周穆家绝后，真是一举两得啊！说到底，虎眼的心智到底正不正常，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但在这场疯狂的飓风中心，最可怜的是瘫坐在房间里掩面痛哭的女儿三重。说罢，虎眼一边缓缓收起那柄沾满鲜血的剑，一边对跪在地上满脸是血的牛骨冷酷地说道：“牛骨，我要首级，拿周穆儿子的首级来见我。他不仅要让周穆留绝后，还要用这场杀戮来许种。”听到这个命令的牛骨整个人如坠冰窟。要知道，现在天下已然太平，纵使双方都同意以真剑进行比武，但在交战之外许人首级，这完全就是野蛮的犯罪行为。上神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一旦暴露就是灭门之灾。但在虎眼流里，师傅的命令就是不可违抗的绝对神谕，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两个头戴巨大斗笠、腰悬致命利刃的身影，最终踏上这条通往地狱的死路。那么，小叶中山连佑惨剧在这一刻正式拉开帷幕。挂川领土小叶之中山岭卯时，天刚蒙蒙亮，两个头戴斗笠、腰悬双刀的武士寂静的山道上。那么，这个小叶中山不是一个地方，小叶意味着阻挡恶灵的要塞，而中山则是分界之语。那么二人在赶路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块巨大的原石在路中间，传说这块石头能够阻挡恶灵，守护过往旅人，是名副其实的道路筛防之神。但在很久以前，这里却发生一个极其诡异的惨案。当时附近有个名叫阿石的孕妇，某天她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走到这里时肚子突然剧烈疼痛，就在她疼痛倒地无助挣扎的时候，一个路过的武士停下脚步，本以为遇到了救命恩人，可谁能想到，就在一阵阴风吹过的瞬间，一个被称为莲佑的恶灵竟然直接附身到了这个武士身上。原本正直的武士瞬间面目狰狞，眼神里露出了嗜血的凶光，他凶猛地拔出利刃，竟然残忍地杀害了眼前这个动弹不得的孕妇。阿石倒在血泊之中，死不瞑目。从此之后，每到深夜，这块巨大的原石里就会爆发出女人凄厉绝望的哭喊声，成了方圆百里人人敬畏的夜戏石。此时此刻，行走在山道上的藤木和伊良子缓缓地停在了这块巨石面前，他们双手合十，神色凝重。你说他们是为了那可怜的孕妇超度吗？还是说为自己而祈祷呢？这边周穆到场的孪生兄弟，这两人身材魁梧，状如铁塔，不仅拥有斩断横越空中头盔的惊人绝技，更是公认的日版最强剑士。但在这份强悍的实力背后，隐藏着却是极致的扭曲与暴虐。沉溺于酒色是他们的日常，但这两个人最让人发指的是他们泄欲的手段。他们会借着清除污秽的名义，疯狂折磨那些可怜的男娼妓。在他们的摧残之下，那些交易对象身上布满了淤血，甚至有人直接被他们活活折断了骨头。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又有谁去怪罪这两个地位崇高的怪物呢？发泄完兽欲之后，这两个恶魔像往常一样定期去到神社参拜，洗涤所谓的污秽。走在寂静的道路上，兄弟俩甚至还在毫无负罪感的闲聊，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们穿过鸟居的刹那，两个黑影已经悄无声息地盯上了他们。刹那间，落叶黄飞，两名全身紧裹的蒙面刺客借着树林的掩护，以惊人的速度从半空凌空暴起。偷袭什么人？突如其来的杀气让周穆兄弟猛然惊醒，不知道我们是周穆道场的属马与兵马吗？若想和我们比武，按照武士的规矩，要事先告知时间与地点才对。然而面对他们的质问，眼前这两个刺客却发出冰冷的嘲讽。我们两人并非武士。其中一人缓缓地压低了刀锋，斗笠下眼神冷酷如野兽。我们是中山岭的莲佑。话音未落，孪生兄弟在极度的愤怒与警惕中，身体瞬间紧绷，他们背对着背，摆出了迎敌的姿态。那一刻，他们的肌肉如岩石般暴起，默契的配合让他们宛如齐心同力，手持双刀的金刚力士。
而他们手中紧握的正是被称之为波油连光的绝世名刀。与此同时，双方僵持着，没有一边敢先动手。孪生兄弟在脑中推演的场景是，自己用8项架势，用蛮力力透防御直穿对方脑壳，而这个架势如果对方进入他们的挥刀范围内，那么就意味着对手的死亡。而这边藤木推演的场景则是自己利用快速突进抢占先机，但问题是，即便是砍中了对方也会因为后击而导致双杀的局面，一时间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带头的蜀马高举武士刀，眼里满是狂妄，他疯狂地挑衅着，叫嚣着让对方快点出招，天马上就要亮了，难道大名鼎鼎的莲佑害怕了吗？这时蒙面人缓缓地扯下面罩，原来是挂穿的藤木啊！藤木动了，他切换了一个看似挥砍的动作。在哥哥蜀马看来，眼前这个蒙面的家伙距离太远了。突然他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周木当年的警告，如果虎眼流的人拿起了武士刀，你们可千万得小心，太远了，真的太远了。就算你是虎眼流的顶级高手，又能使出什么招式呢？藤木没有试探，没有犹豫，空气中只留下一道刺眼的寒芒。太快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这距离还是太远了，连碰都没有碰到我一下。连碰都没有，霎时间鲜血如喷泉般涌出，蜀马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被一击致命。而这个奥义的名称为刀流，实际上是要通过大量的练习，从远端发动出手，在出手的一瞬间滑到刀柄末尾，进而增加距离。就算经验老道的剑士，常常会因为距离而掉以轻心。而虎眼流之所以大量反复的不断练习咸红豆和斩头经，其原因就是让学员对距离有着绝对的把握，而刀只需要砍入3寸即可让对手死亡。说时迟，那时快，弟弟察觉到了哥哥已经死亡，顿时就慌了神。一郎子瞅准时机，飞起来就是一刀，直接把他斩下。在这里说个题外话，一郎子之所以选择跳跃攻击，不仅是依靠着自身敏捷，更是利用这种舍身技，强行贴近对方。就算对方的8项变招转中下，也是能很好的躲避双杀。最主要的是，即便对方砍下，由于贴近了身位，砍击力度并没有很大，而且孪生兄弟是背对背，就算砍下并脱割，由于无法退步，脱割也是难以造成有效伤害的。致使大局已定，在回去复命期间，一郎子不断的作呕，而藤木却将自己的水壶给到对方。这边牛谷汇报着藤木和一郎子的任务进度，但虎眼的痴呆又开始显现，嘴里不停喊着阿玉。视频做完了，我也给各位看看现实中虎眼流的使用方法。这个视频就是拿我们管理万种的比赛视频来给到各位看看。666。从抬手到击中目标再到撤退，只用了2秒不到的时间。那么这个技术在日刀的技术里面叫做片手，意大利那边叫做单手式或者说是单手杀，原理也是和漫画里表达的一样，拿着长剑最末端进行单手飞甩或者刺击打击。比如我自己打的这个片段也是片手后撤加砍击的，非常的灵活和出奇制胜。面对没有经过专项训练的人来说，非常难以招架，而且对手会接二连三的吃瘪。但是呢，如果是在比赛中，你这样反反复复的去击打人家，那么人家到后面会很生气，然后不管你有没有打中，人家大概率是会重重的后击你的。这个技术这么好用，但是我现在完全舍弃片手的训练，因为经常用这个技术会极大产生依赖性，反而会让自己的剑术水平下降得非常厉害。和我同时期一起打剑的小伙伴，一开始被我打得不要不要的，到现在一个二个都比我厉害多了。第三，有些比赛是不允许双手离开剑柄的，以及这一招确实没什么观赏性。但是呢，你要是都换成真刀比试的话，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这一招，因为你出这一招相当于回合游戏里面的先手，而且还是在那种一个回合里反反复复出招，没有任何负面 buff 的那种。但是实战中用2次得了吧，毕竟这也算是奇招的一种。